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激光武器的发展趋势。上个世纪60年代前苏联的科研和设计组织开始研究激光武器。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有过一系列激光武器的项目，用于随行各类任务。部分项目进行了试验，最新的型号甚至已投入使用。未来这一方向将继续发展，其中可以发现有几个重要的趋势。俄军事评论网站2023年3月2号载文进行了分析。前苏联解体以后新物理原理武器的研究工作明显放缓。后来经过科研和工业部门的恢复工作，取得了新的成果。2018年首次展示了机动式的激光系统，后来称为佩列斯维特。目前装备已经成功的进入部队，处于试验使用阶段。佩列斯维特供战略火箭兵使用，保证防护导弹系统和阵地地域免遭潜在敌人卫星的侦察。从2017年进行行信者16的试验设计工作，目的是基于现代元件研制自行式的防空激光系统。2022年5月，这一系统不仅进行了试验，而且在俄乌冲突地符进行了试射。行信者16通过压制或者是灼烧用于打击小型无人机。研究激光武器的历史，实际上就是不间断的探索新的解决方案，突破限制并获得期望的成果。为了高效的毁伤目标，激光的功率应该与工作距离和被攻击目标的特点相符合，这对激光器的结构和供电设备提出了要求。例如，俄罗斯研制了首个土地激光系统用于反导，对其有很高的照射功率的要求。当时由于在激光和供电系统领域的技术不够完善，系统不得不建设若干个大型的固定设施，十分的笨拙。随后工业部门研究了功率小一些的激光，降低战斗性能以后，新成果可以减少照射部分，简化供电设备。这样的话新一代的系统就可以部署在履带式的自行底盘，甚至航天运载工具上。新的佩列斯维特系统要对太空轨道目标施加影响，这对激光的功率、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此时仅仅是压制目标，降低了对所需功率的要求。先进的元件基础和新技术可以让防天激光系统具备机动性，所有设备会部署在几辆拖车上，与之前的土地欧米伽激光系统是迥异令人遗憾的是，之前的固定式防空反导项目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。试验表明以当时的激光毁伤弹道导弹弹头是极其复杂的任务，打击空中目标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局限。地面自行式激光系统在试验中表现优异，成功压制了假想敌在地面和空中平台上的光学设备，但系统成本过高，影响了量产和列装。此外这些自行式激光系统的必要性令人质疑。任何其他现有的手段完全可以与敌人的侦察装备做斗争。显然俄罗斯的激光武器研制计划充分借鉴了过去几十年的积累，并继续发展这一方向。近几年研制并展示了2种先进的成果，近期可能会出现某些用途的新型号。过去的60年，研究实现了各类构想和设计，一些仅限于项目和实验室的试验，另一些则以实验型号进行了真正的检验。通过上述工作和措施，可以确定各种设计思想、作战应用的构想和型号的真正的潜力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